听说瑞宝今天在室外不想回家了，两个爷爷一起过来轮番哄都不行。江爷爷先是拿着胡萝卜哄了又哄，骗了又骗。这时江爷爷只庆幸还好给上面的树干做了护栏，这才让自己和瑞宝还有回熊的一倍。这要是像当年福宝那样直接爬到高高的枝头上，今天不仅收熊困难，姨姨们怕是会都直接聚集在室外园区看瑞宝整活了。江爷爷哄了半天，瑞宝非但没有下来，转身一躺直接睡着了。这天然的太阳光照在身上，比室内的恒温空调更加舒服。江爷爷怎么哄都不行了，瑞宝就是耍赖皮不下来。江爷爷感觉自己都用尽浑身解数了，心想瑞宝刚才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呀，还和妈妈一起坐在小亭子上乖乖的吃竹子。结果这到了下班点时，瑞宝怎么就不下来了？江爷爷站在望福石上，一边记录着瑞宝这调皮的模样，一边思考着瑞宝仿佛是故意的，因为瑞宝还故意调整姿势面对着爷爷。江爷爷无能为力了，跑回去搬救兵了。只见江爷爷从望福石上下来后，身后跟来了老宋头。老宋头先是在旁边观看着江爷爷的操作，江爷爷放弃后，老宋头接上。老宋头先是用脑袋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以此来唤醒一下瑞宝。眼看不行，又爬上了树给瑞宝递了块胡萝卜。喂完胡萝卜，又蹲在树下面。最后两个爷爷都没办法了，只能遗憾离开。看老宋头临走前还想再尝试一下的样子，看来老宋头也不理解，平时最听话的瑞宝今天怎么和淘气会一样了？今天是盛熙阿姨和江爷爷一起带娃，盛熙阿姨在一旁引导游客，江爷爷则深入游客群中，和游客们站在一起观看瑞宝辉宝。此时辉宝在小亮台上睡着了。今天室外有点阴天，天气很凉爽，辉宝就是喜欢在这种天气里睡觉。而瑞宝因为抢不到小亮台，跟着妈妈走去了通道门口，想要跟着妈妈回室内。辉宝这里并没有因为妈妈和姐姐打算回家而焦急，辉宝就远远地看着。很快爱宝和瑞宝因为爷爷不给自己开门又折返回来了。今天瑞宝活力满满，一直黏着妈妈，在妈妈身边打了个滚儿，差点溜到坡底下。为了掩饰尴尬，瑞宝主动走了下来，表示自己就是故意来看姨姨们的。瑞宝趴在墙上跟姨姨们打招呼问好，这小模样直接给姨姨们迷完了。瑞宝主打一个雨露均沾，挨着对姨姨们打招呼，直到瑞宝一转头发现妈妈走了，瑞宝立马跟上。为此瑞宝还抄了个近道，从床下面钻过去。瑞宝辉宝都很喜欢钻床底，比他们的福宝姐姐还会玩。一会儿姐妹俩回家了，姐妹俩回室内后二话不说就爬到了小树上，然后躺在小树上和彼此玩闹。姐妹俩总是这样，闹着闹着就睡着了。今天又是送3岁来遭罪，不过好在今天下班时宝家都没有在睡觉，这让送3岁收熊的工作轻松了不少。送3岁这时给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开始完成自己下班前的最后一项任务，那就是不把青团带回家。而辉宝则坐在一旁举着一根长长的竹子，像模像样的营业吃饭。下一秒辉宝听到送3岁员工门打开的声音，辉宝一溜烟就跑了。要是给辉宝放在野外，辉宝肯定也会受到危险，因为还没等危险来临，辉宝就跑没影了。辉宝总是跑走后再回头查看，先行动再思考。辉宝看到原来是送3岁后，激动地从小亭子上下来，冲向送3岁。送3岁让辉宝走自己的专属通道，辉宝也很听话，秒懂送3岁的意思。而瑞宝紧跟其后一起走了回去。爱宝铲完青团后又趴在扶手上休息了一下，不过这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爱宝表示送3岁知道自己在等什么。一会儿只见送3岁走出门，将一块小苹果放在了爱宝的身后。原来爱宝是在等自己下班前的最后一块小苹果。爱宝立马转身想用自己的小苹果，之后爱宝也没有再为难送3岁，乖乖从小亭子上下来走回了家。乐宝这里看到爱宝那里不回去，就会有小苹果吃，乐宝也学着爱宝的样子，故意不回家等待着小苹果。不过乐宝等来的是送3岁开门后的2声大嗓门。老宋头现在感觉每天收熊是越发的简单，当满足瑞宝辉宝一天的活动量后，他们想回家的心比饲养员们收熊的心还要强烈。瑞宝辉宝现在就像爱宝一样，对内舍已经有了归属感，只有回到自己的小房子，自己才会感觉到家里那独有的温馨。今天下班时间到了，瑞宝和辉宝正在小亭子上陪着妈妈吃竹子。瑞宝这时也胃口大开，而辉宝这里心里只有盆盆奶。妈妈和姐姐都在吃竹子，就辉宝自己不感兴趣。瑞宝眼看妈妈的竹子吃得一口接一口，吃得好香，感觉自己手里的竹子没有妈妈手里的竹子好吃，硬是给妈妈手里的竹子给抢了过来。瑞宝也尝不出竹子的好坏，爱宝吃的是竹叶，瑞宝吃的是竹竿。
所以就算瑞宝怎么吃，都吃不出爱宝那享受美食的样子。一会儿老宋头开始敲门了，这次爱宝和辉宝神同步的一起回头查看。辉宝已经对自己的盆盆奶期待很久了，而爱宝更是早已经想回家了。爱宝毕竟是成年人了，每天面对这么多姨姨，没有个私人空间，让爱宝始终放不开。每天只有回家后才是自己的个人时间，辉宝紧跟其后，而辉宝这里就这样一直抱着竹竿啃着，这让老宋头都看不下去了。老宋头让瑞宝别啃了，不然自己明天又要被骂了。老宋头拿着小苹果来到园区，让瑞宝赶紧放下手里的竹子，来吃自己的小苹果。瑞宝也没有犹豫，瑞宝是知道什么东西好吃的。瑞宝吃完老宋头的小苹果后，直接走回了家。现在老宋头收熊就是这么简单。室外园区现在开始飘落叶了，辉宝也很懂得享受，瞄准落叶堆一下就躺了下来，开始打滚。这让此时正在园区上方的老宋头刚好撞见。老宋头此时感觉这个画面有些熟悉，觉得是时候给瑞宝、辉宝收集一些落叶用来玩耍了。老宋头想到了以前福宝玩耍落叶的样子，情绪价值直接给老宋头拉满。福宝喜欢借助落叶的光滑在上面打滚，躺在落叶堆里一整个给爷爷和姨姨们甜蜜到了。福宝滑下坡后还会自己重新爬上去，然后再次坐在落叶上滑下来，反反复复，像是要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落叶里。现在瑞宝、辉宝接替了福宝姐姐来享用园区里的落叶，准确的说应该是辉宝，因为瑞宝这倒霉孩子今天又没去成室外园区，这2天瑞宝一到去室外园区的时间就犯困，而爷爷们又不忍心叫醒他，于是今天又是辉宝和爱宝出来营业。辉宝今天自己出门，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妈妈的眼里。辉宝表示妈妈一直盯着自己都没办法给姨母们整活了，于是辉宝只能折腾妈妈了，在妈妈面前来了个假摔，表示自己需要跟妈妈抱抱才能起来。爱宝不想搭理辉宝，辉宝便在爱宝身边不断的打滚。辉宝这下属于自娱自乐了，没有姐姐陪在身边，辉宝这独自玩耍的模样又让老宋头想到福宝了，感觉出辉宝的无聊后，才明白福宝当年是有多坚强。辉宝虽然这时候没有人陪伴自己，但一会儿回室内了就会和姐姐相见，但福宝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，好在大熊猫不懂内耗，他们看到什么玩什么，上一秒的烦恼下一秒就会忘记。爱宝此时已经在通道门口徘徊好久了，终于盼来了通道门的打开。辉宝扭头看到妈妈已经离开了，辉宝这里还在故作淡定，但一想到室外园区又没人陪自己，立马就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室内。回到室内后的辉宝先是跟姨母们打了个招呼，然后便跑到树上找姐姐去了。此时的瑞宝还没睡醒呢，辉宝咬着瑞宝的屁股，试图再叫姐姐起床，跟姐姐说自己有多想姐姐。辉宝趴在瑞宝的身上，表达着自己对姐姐的思念。不过辉宝折腾半天，非但没给姐姐叫醒，自己也睡了。送爷爷以后，再也不用因为姐妹俩下班不回家而苦恼了，更不用再为此担心。截止到今天为止，瑞宝和辉宝已经连续3天自己下班回家了。宋爷爷当看到瑞宝和辉宝第一次下班回家时，激动的声音이 녀석들 엄마 따라서 처음으로 퇴근했네. 완성. 同时宋爷爷还不忘感谢爱宝。宋爷爷表示是最近自己的腰不舒服，爱宝感觉出来了，所以帮自己把姐妹俩都带了回来。 송방 허리가 너무 아파서 오늘 아이바오 힘을 빌렸습니다. 잘했어. 고마워 아이바오. 而在今天，就算不是宋爷爷值班，姐妹俩到下班点后也很自然的回了家。当然，这离不开爱宝的努力。瑞宝和辉宝能够自己回家，爱宝是最大的功臣。爱宝现在给姐妹俩带来的威压，直接能给其下比较。现在饲养员们也有在刻意去锻炼爱宝带姐妹俩回家。为此，现在每到下班点时，爷爷亦或是姨母会将通道门一直开着，而通道门里面还有一个门，则是位于体重秤前通往房间的门，这个门则是处于关闭状态。而现在每次爱宝回家时，发现回房间的通道门没有打开，便会再次返回园区查看是什么原因，以及到奶爸门口询问情况。不过聪明的爱宝很快就明白了奶爸的意思。爱宝发现只有瑞宝和辉宝一起跟自己回去时，奶爸才会开门，于是爱宝就这样被迫接下了带姐妹俩回家的工作。当爱宝喊姐妹俩回家时，辉宝此时依旧想用老办法往树上爬，以为这样妈妈就会和爷爷一样拿自己没办法了。但爱宝可不会像爷爷一样留手，看出辉宝的小心思来后，爱宝立马去阻止辉宝，直接给爬到一半的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。这样一来，辉宝也不敢再继续反抗，爱宝连踢带打的给辉宝弄了出去。而这时得空的瑞宝则趁妈妈没注意到自己，快速爬上树。爱宝给辉宝拖过去后，
回来发现瑞宝已经上树了。就在姨姨们以为爱宝这下拿瑞宝没办法了，下一秒不知是不是因为爱宝的威慑力太强了，亦或是爱宝在树下跟瑞宝说了什么，只见瑞宝看到妈妈回来了，竟慢慢的从小树上爬了下来，然后快速的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。爱宝拿捏姐妹俩确实要比爷爷们轻松许多，而想必有了爱宝的这番教育，以后宋爷爷就不用再上树摘熊了。